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文，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。这期内容结合近期行情和仓位管理策略，引出将来派比交易中的策略提醒，分享一些个人对于现阶段派友针对二级交易市场应有的准备，希望能够帮助各位。高文目前主要跟进 Pi Network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，以后也会分享趣人趣事、知识故事、探索未知、实用资源的内容。大家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，打开提醒，支持下高安。我们先来看一下5月13号以后的行情现状和之后可能的走势。简单总结一下消息和行情。5月13号，马斯克推特宣布特斯拉停止接受比特币付款。5月18号，三大协会发布新闻公告，约束金融支付机构。5月21号，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，这接连的利空消息瞬间就戳破了币圈2月份以来的狂热泡沫。可以看一眼，在5月13号，比特币跌幅最高在10%左右，而在5月21号，跌幅最高在23%左右。比特币在5月21号当晚最低一度跌至3万美金，然后进入震荡行情，在5月24号开始轻微反弹，就是这里。但是进入震荡行情以来，在41500美金左右或者说在4万美金左右，阻力相当大，几次突破均告失败。其实从5月13号之后，它的一个反弹总体来说是在4万到41500区间，它的一个突破力度总是不够。就近期趋势来讲，比特币整体趋势还是挺弱的。前几天在微博上看到了一张分析图，该对比认为这个近期趋势是符合微克夫走势的。目前近期走势虽然不理想，但个人还是认为牛市尚在，牛熊分界线应该在28000到29000的区间，就是在这里。不过震荡行情还是需要持续一段时间，比特币要拿回强势主导地位还需要强刺激。以上仅代表我个人的观察看法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仓位管理的重要性和类型。如果注定是要参与到市场中，比如派友，那就必须了解到接下来的仓位管理了。无论是否有投资经验，要先认清自己更倾向于哪种投资态度。在价值投资中，通常有3类人：投资者、投机者、赌博者。搞清楚自己倾向哪种投资周期，是长线还是波段。互联网时代，只要你参与投资，显示在你眼里的那就是一个数字。不提前制定策略，会令你高估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。在变幻的行情中，就是没有方向的帆船，随波逐流，飘到哪里算哪里。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策略，连投资者都不能算。尤其是在币圈波动极大的行情中，就比如近期的行情大跳水，几个群里都知道抄底，但就是没有优了。或者说恐慌进入熊市，更能凸显出仓位管理策略的重要性。仓位管理让投资者提前构建了各种情况下的心理预期，按照计划行进就好。仓位管理中会包含到合约中的风险控制，以后再为合约参与者分享这点，因为派友中太多连现货都没有接触过，循序渐进比较好。仓位类型有3种：总仓位大小、单只仓位大小和仓位结构。简单的说明的话，总仓位方面就是在市场低迷的时候，估值普遍都偏低，具备较高的投资回报比，所以应该把仓位提升到较高的水平。市场火热时，估值都处于高位，进入泡沫化阶段，这时候减仓到较低水平。但是在实战中，大部分投资者往往是背道而驰，追涨杀跌，这是人性的弱点。单只仓位方面，取决于对于该币种的合理的价值估算，然后评估仓位，
仓位结构方面涉及不同币种的配置，当然了，三者其实是彼此联系。比特币作为目前币圈的风向标，算是大盘了，而且其实对于技术派的投资者更看重趋势。仓位管理类型有3种：漏斗型仓位管理法，也就是倒三角形；矩形仓位管理法；金字塔型仓位管理法。漏斗型的初始进场仓位小，行情如果按照相反方向运行的话，后市逐步加仓，进而摊薄成本，加仓比例越来越大。但是当后市如果没有按照预判走出，只能被套牢。最近交流中确实有一位是这么操作的，当然了，这也是他们用之前的行情中的利润去这么做，心态也更好。矩形初始进场占总仓位固定比例，行情如果按照相反方向运行，后市逐步加仓，同时遵循进场的仓位固定比例。此方法与漏斗型的缺点是一样的。金字塔型初始进场仓位较大，后市如果行情按照相反方向运行，则不再加仓；如果方向一致，逐步加仓，加仓比例越来越小。此方法在单边行情中占优，但是在震荡行情中很难获得收益，对于进场的时机要求较高。了解了这些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做一些对于将来派币交易策略的提醒。高安的往期内容中，无论是趋向寡头市场、原始开盘价还是异火机制的主题，凸显的其实都是提高共识度和共识价格。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面对现实，现实就是有人在任何价格做出抛出的动作都不奇怪。既然有了这种客观事实，我不妨提醒几点，希望能帮助到一些。第一，大家应该首先明确一个观点，能坚持下来的你挖出来的每个派币都是有成本的，无形成本也是成本。看到这里可以闭眼回想3秒钟，在这点基础上再去建立自己的交易策略。第二点，明确自己是加仓还是减仓的基本原则。因为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同，确实有人经济条件不允许加仓，加仓的在这里不多说，参考刚才的仓位管理和以后分享的策略。第三点，减仓条件下，设置不同档位的心理预期价位，价位间的间距是相同的，因为币圈的波动极大，就算是要减仓，相信你也希望是更高的价格。第四点，减仓条件下，设置不同心理预期价位的减仓比例，有计划的减仓总比死盯行情受各种外来信息影响要更合适。币圈单日起飞的行情也不少，相信你也不在乎多等段时间。第五点，计算基础币的数量，按照减仓比例列出一张表，算力币释放细则暂时还没有，暂不讨论。第六点，即便是减仓，手里多少要留一些基础币，便于参与生态的各种质押。参与生态在长远的计划中绝对是最重要的，否则你就要再等算力币释放，与其他的派友的差距只会拉大，时间成本也是最贵的。第七点，按照这些提醒列一张表格，手写也好 ，Excel 也好，列一次，把这些明确在自己的眼前，也许你会有不同的想法。第八点，额外提醒一点，派友应形成独立逻辑思维和认知，而非人云亦云。分享一下个人总结的16个字：生而为人，懵懵懂懂，求知探索，盼得觉醒。在刚才的提醒中的减仓中，其实涉及到了网格交易法。现在有了各种量化网格交易机器人，用的也是这种策略。以后的内容中，高安会继续分享给大家。还没有订阅的，赶紧来一波3连吧！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“混沌界”，菜单栏找到我，高安社群，加入微信群，参与我们的讨论。想熟悉交易市场的，看说明区或者评论区。个人推荐币安交易所。OK，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吧。下期内容我们会应社区派友的要求，分享一下个人对于释放机制对派的影响，同时
简单操作一下去中心化交易所，帮助熟悉此类 DAPP。我是高恩，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